好，我是卡牌说书人科科。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介绍过史上第一场宝可梦大赛吗？如果还没有看过的话，可以点右上角去看一看。当时不管是比赛的进行方式还是现场的布置之类的，都和今天的宝可梦卡牌大赛有很大的不同。而在第一场宝可梦大赛热闹结束之后，宝可梦公司当然不可能就此收手，于是不到1年，更大更强的比赛马上就来了，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第一届日本冠军决定战——喷火龙大型战斗锦标赛，名字有够长。说到这场喷火龙大赛，虽然并不是第一场的官方大赛，但代表性可一点都不输前1年办的那场哦。甚至有不少日文版的老玩家认为，这场喷火龙大赛才是真正的史上第一场宝可梦大赛。为什么呢？首先，1997年的那场比赛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的竞争性质，规模也没有那么大。说起来，更多的是首次试验性的举办大型活动，以及同乐赛的意味更浓厚一点。但这场喷火龙大赛可就不一样了，从官方冠上第一回日本一决定战这个名号开始，就超直接的告诉所有有志参赛的训练家们，这是一场以日本第一为目标的战争。再来，这场比赛总计有超过21500位玩家参赛，哦，我妈呀，感觉好挤哦！到目前为止，都还是宝可梦卡牌史上最多人参赛的活动。接下来就为大家介绍一下这场史上最大型宝可梦卡牌赛事的全貌呗。既然是认真的日本冠军决定战，那当然要从地区预赛开始。从1997年底到1998年初，一共有6场预赛在日本各地举行。为了和宝可梦有更多的连结，这6场预赛也分别以宝可梦中的地名来命名。分别是神户真心镇杯、福冈长青市杯、东京深辉市杯、大阪华兰市杯、札幌紫苑镇杯以及名古屋的枯叶市杯。和第一次的官方大赛一样，这场比赛成人也是不能参加的。比赛分为2组，国小生参加的是 Junior 组，国中高中生则是 Senior 组。另外，预选赛的游戏规则也有一点点不同，比如说奖赏卡只有4张，每场比赛限时只有10分钟，能使用的系列和卡牌也有一些细部的规定，感觉应该是怕整个比赛搞得太久。一场10分钟的比赛感觉真的好短虽然说是预选赛，但奖品一点也不马虎。每个年龄组的前4名玩家都会获得决赛的邀请资格，而前3名还会获得这3张卡，没错，就是超猛的奖杯皮卡丘。在我们之前做史上最贵宝可梦卡牌这支影片的时候，这张亚军的奖杯皮卡丘鉴定卡，仅次于画家皮卡丘，是史上成交价第2贵的宝可梦卡牌。这些卡片在当时被放在一个亚克力奖杯里面，不过里面的卡应该有不少都被拿出来送鉴定了吧？那我们一开始有说，比起只有在展场租一个摊位的首次官方大赛，这次的喷火龙大赛更大更强。给你们看一下这次的展场有多大，没错，就是这么大。当时的会场在海滨木章展览馆占据了一整个展览厅的位置，看起来根本就是宝可梦卡牌的祭典嘛。这么大的会场，当然不可能只有比赛而已。和今天的大赛一样，当时的喷火龙大赛也一样有许多场边活动，像是舞台表演啦、新手教学啦，还有自由交易区、宝可梦博物馆以及宝可梦卡牌的插画观赏区，介绍插画家和他们的作品。除此之外，现场还能和4位第一届比赛里夺得佳绩的玩家们进行挑战。这也是史上第一次宝可梦卡牌出现4天王这个名词。在讲到喷火龙大赛的精彩对决之前，先跟大家介绍现场一个也非常有趣的比赛，那就是第1届代兽亲子锦标赛。顾名思义，这场比赛是由亲子一起报名参加的，规则上也很特别，2队都会得到特别的训练家卡，击掌换人。功能是你和你的搭档击掌换人，对手玩家同时也一样要换人。小朋友陷入困境的时候，就用这张换上爸妈继续对决。这感觉超有趣的，我的妈呀！我一想到这画面就觉得好好笑现在怎么没有这样的亲子赛？感觉超好玩的前8强的队伍都会得到1张稀有的代兽特点卡。冠军除了拿到2张代兽以外，还有一个绒毛制的代兽奖杯，而这张代兽的 PSA 10鉴定卡，后来在2023年以超过500万新台币卖出，这应该是当时所有爸妈和参赛的小朋友都想不到的吧？接着来到最重要的喷火龙大赛主赛事，主赛事一开始是所谓的挑战赛环节，参与挑战赛的是地区预选赛所有得到第4名的选手。嘿，对。这些第4名的选手，除了没有拿到如今看来超有价值的奖杯皮卡丘特卡以外，还要面临决赛第1轮就要被刷掉的可能，真的有点辛苦啊。这次的挑战赛也出现了宝可梦卡牌史上第1位参与日本冠军赛决赛的女性选手，她是12岁的长谷川绫子。不过很可惜，长谷川选手没有闯过挑战赛，第1轮隐恨落败。来到了真正的决赛，总共有46位选手进入这个环节。当时每位选手都得到了一件红色代表喷火龙的外套，
选手们也被要求在参赛过程中要全程穿着这件外套。经过一阵对战之后，最后决出了 Junior 组和 Senior 组的4强，共8名选手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因为赛制设计的关系，预赛其实进行得很快，每场对局平均只花了5分30秒，真的超快。现在大家应该都很习惯的比赛直播，在当时可是宝可梦卡牌史上第一次。现任宝可梦公司的社长，当时是总制作人的石原恒河，就坐在主播台上进行播报，给主播赛评看的荧幕也是超旧型的那种箱型电视，画面真的好可爱。最后 ，Junior 组和 Senior 组的前3名选手都有拿到一个特制的奖杯。冠军的奖杯造型是喷火龙，亚军是火恐龙，季军的奖杯造型则是小火龙。比赛就在欢笑、音乐和彩带中落下了帷幕。这场喷火龙大赛除了是史上最大型的宝可梦卡牌线下活动以外，也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后来大型比赛的举办方式。其中有一些设计，甚至到今天的比赛都还能看得到一些类似的影子。不知道大家对这场比赛最印象深刻的是哪个地方呢？我的话肯定是亲子赛的环节吧。我脑中一直浮现那个小朋友在后面喊“爸爸妈妈换人，我也要玩”，然后那爸妈完全不理，在那边超认真的画面，哇！我想想就觉得超好笑。好，没啦。看到当时照片里面爸爸妈妈跟小朋友都玩得很开心，真希望这样的比赛可以复活，让现代的 RL 啦、4天王比赛之类的大赛里面，也可以有亲子一起同乐的环节。以上就是这场喷火龙大型战斗锦标赛的故事。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也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是卡牌说书人可可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。